女孩突然发现件诡异的事，船上的木板竟长满了绿色的疙瘩。她好奇地轻轻一捅，没想到却流出了黑色的脓水，而用手蘸起查看，则像是海绵宝宝的鼻涕泡一样。作为生物学家的安娜，立马用勺子抠下一块放在培养皿，准备带回去研究。然而船长却不以为然，直接抠掉了已经被腐蚀的木板。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一个类似菊花的触手，虽然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想必应该是吸附在船身上的。随即船长要求安娜独自潜水，去清除掉这个隐患。可下水后映入眼帘的，竟是一排散发着蓝光的触手。安娜不加思索就准备将它们刮掉，没想到触手受伤后，却像墨鱼一样喷出了黑色的汁液。此时的安娜还不知道，巨大的危险正在背后悄然逼近。安娜顺着触手向下望去，没想到它们的本体竟然是一只深海异兽。安娜回船后第一时间把这个东西描述给其他人看，没想到船长一听顿时来了兴趣，他断定那必然是一只深海鱿鱼，于是立马招呼船员们行动起来，准备直接用绞盘把深海鱿鱼给盘上来。然而巨型生物的力量远超他们的想象，整艘船都在绞盘的拉扯下开始倾斜。船长不愿放弃，命令加大力度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船员杰克不小心把手卡在了绞盘里，等拔出来时，整个手掌已经鲜血淋漓。安娜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钱包，发现上面沾满鲜血的同时，还有属于深海异兽的蓝色颗粒。一天前，生物学家安娜被派往这艘载有6人的渔船进行实习研究，可没想到渔船竟然莫名其妙驶入了禁区，然后就被这从未见过的深海巨兽给截停了。此时的他们可谓是进退两难。就在这时，眼尖的安娜突然发现，在他们不远处就有一艘更大的渔船，船员赶紧发射红色信号弹请求支援，可足足等待了许久后，对面都没有任何动静。众人商量了一番后，决定由船长带领安娜和杰克一同出发查看。可上船后，他们却感觉格外的诡异，渔船上所有的设备全部完好无损，唯独无线电被人为破坏。驾驶室搜查了一圈后没有任何发现，他们准备去往下层船舱一探究竟。我看不要紧，这一看吓一跳，几名船员竟然全都死在了餐厅里，而且看样子竟然是自我了结和自相残杀而死。直到看到最后一人那双空洞的眼窝，他们才知道这群家伙是得了罕见的热海症，最后全部疯魔而死。为了避免被传染，几人赶紧逃离。不过为了不引起恐慌，3人对其他人隐瞒了真相。然而最匪夷所思的是，深海巨兽竟然在几人归来的同时就放开了触手。船长想也没想，当即开足马力逃离了禁区。不过虽然深海巨兽放任了他们自由，但却一直不远不近的吊在渔船身后。好在这趟禁区之旅也总算没有白跑一趟，渔获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可就在船员们庆祝小丰收、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杰克突然感觉浑身虚脱，就像被掏空了身体一样。这时的他只感觉浑身燥热难受，只想好好的钻进海里降降温。好在同伴们及时赶来，七手八脚的把他拦了下来。开玩笑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就是始终虎视眈眈的深海巨兽。这个时候下水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。所有人都认为杰克是嗑药嗑颠了，只有生物学家安娜察觉到他应该是感染了，于是准备给他检查一下。女孩顿时被这诡异的一幕吓了一跳，旁边的同伴见状也想看个究竟。安娜也宁愿相信刚刚只是自己一时眼花，可杰克只是洗把脸的时间就出现了异常，先是浑身难受，随即双眼失明，而下一刻恐怖的事情就接踵而至。杰克的眼球直接爆裂，只是片刻时间就停止挣扎，一命呜呼。安娜立马意识到一切都是恐怖的寄生虫在作祟，而且貌似这种寄生虫是通过水源传播的。同伴们听后立马关闭水源，可此时尚不知情的瘦竹竿却在淋浴。等安娜等人紧急撬开浴室门时，发现瘦竹竿正浑身鲜血的蜷缩在墙角，幸亏水源切断及时，不然此时的他可能已经是一滩血沫。简单的包扎和安抚好瘦竹竿后，安娜等人第一时间赶到水源处理区，结果拆开过滤器发现过滤缸网全部被咬破，足可见这种寄生虫的可怕，而且3层过滤器全都如出一辙的被损坏。及时关闭了阀门后，他们初步猜测寄生虫应该是被阻断在了水箱里，于是安娜两人缓缓掀开盖子来确认。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料想应该跟那个深海巨兽有关，因为这种东西当初是在深海发现的，所以安娜猜测他们在淡水里是不能存活的，眼下只要等待几个小时就能见证。而在众人提心吊胆足足等待了半夜后，安娜才敢跟大胡子再度揭开水箱盖子，果然里面的幼虫没有当初那么活跃。安娜准备用铁兜打捞一点，没想到等再拿上来时，铁兜已经被咬得破烂不堪，看来还不到时间，他们仍需继续等待。趁着这个空档，安娜把当初取下的粘液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，却惊恐地发现这些虫卵里的寄生虫仍然生龙活虎。再仔细回想当初杰克中招前后始末，安娜初步猜测这种粘液一样的寄生虫实际上就是深海巨兽的虫卵，它们会通过人体的伤口侵入身体内部。当初的杰克就是因为手受伤后接触到了幼虫才会被迅速感染的，一路磨难的几人每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口，所以要想不被进一步感染，
就必须清除掉船上的所有寄生虫。安娜先用手机上的手电筒作为强光电源实验，借助微弱的紫外线试图杀死虫卵，虽然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显然可以忽略不计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看着旁边的电灯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船员们把整艘船的甲板打湿，然后直接通电。他们这么做可不是在自寻死路，相反却是在求得一线生机。不久前，这艘渔船遭遇海底巨兽的袭击，整艘船遍布寄生虫虫卵，船员们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船体通电或许是杀死虫卵的唯一方法。可在这之后，船员们再度发生了争执，因为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安全上岸，但他们却不能确定自身是否携带寄生虫感染源。万一稍有差池，对于陆地来说就是一场空前灾难。面对其他船员们的固执，安娜没有再继续辩解，只是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偷偷来到船尾，然后把胳膊粗的缆绳直接扔下来。螺旋桨被卡住的同时，渔船也彻底趴窝。虽然事情败露后，安娜狠狠挨上一电炮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同一时刻，感染的瘦竹竿病情越发严重，恶化的第一步就是双眼失明，同时也是濒临死亡的征兆。挣扎了一番后，瘦竹竿也终于没挺过去，接连损失几位同伴，让剩下的人几近癫狂。但很快众人也就冷静下来。遥想当初杰克就是眼睛出现寄生虫后才病发，所以他们也准备用这种方法初步检测自身是否已经被感染。刚开始的安娜和大胡子没有任何意外，接下来的白发老婶子也很正常，最后的女船长也并没有异常，直到最后一个船长。自知暴雷的船长除了绝望之外，还有一丝解脱救赎的感觉，因为原本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全都是他利益熏心，为了赶时间直接改变航线深入禁区，最终酿成这段因果报应。自知绝无生路的他没有向怪物低头，而是选择了自我了结。同一时刻，白发老婶子也像当初的鲁莽给安娜道歉，可他抚摸安娜的双手突然慢慢下移。老婶子直接摔死在原地，从她眼睛里蹦出的虫卵可以看出，显然她也早已中招。原本7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3人幸存。女船长在绝望之后也暴露了她极度自私的一面，不顾安娜2人的阻拦，直接搭上救生艇扬长而去。处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渔船此时只剩下安娜2人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突然听到一阵阵撞击的声音，一番查看下却是来自水箱，看来这种生物在淡水下也同样能生存。于是2人决定主动出击，他们先是加热水箱，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延缓生物的行动，然后再把它们扔回海里。然而当他们打开水箱后，结果却是完全不同。显然这种生物已经寄居在船体之内，根本就没办法弄出来，更别说是杀死了。于是2人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选择破釜沉舟，把船连同怪物一起烧死。可就当一切完备，2人乘坐救生艇逃离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意外。大胡子一个不慎直接跌入海里，最致命的是他还不会游泳，很快就慢慢没了动静。不得已之下，安娜只能冒险营救。在深海之下，安娜徒手拨开怪兽触手，成功把大胡子给救了上来。然而还不等他们庆幸片刻，安娜突然感觉手心一紧，原来在刚刚的营救行动中，安娜的胳膊已经被触手给划破，感染和寄生已经不可避免。为了避免灾难的重蹈覆辙，安娜也有自己的选择。许久后，大胡子独自飘零在海面上，不远处是滞留许久的警卫队船灯，身下是绚丽的死亡之色，想必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加绝望。